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圆脸丫鬟逆袭成实力派，赵丽颖这一路没你想的轻松。谁说圆脸只能演配角？赵丽颖用实力砸碎偏见，从晴儿到陆贞再到花千骨，她以伤痕为勋章，用演技证明，真正的顶流不是靠脸蛋，而是靠血汗铸就的硬核实力。那年，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赵丽颖只能演圆脸丫鬟，差点没笑喷。谁说圆脸就只能演配角？她用一部一部作品狠狠地拍在了质疑者的脸上。话说回来，娱乐圈从来不缺美貌逼格高的花瓶，却少的是真正能靠实力爬上顶峰的女演员。颖宝就是那种敢拼敢闯，一步一个脚印攀登过来的硬核选手。她不只是漂亮，她是那种用生命演戏、用演技说话的人。别看刚开始，人家可是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咸鱼翻身的故事听起来老套路，但颖宝的每一次破茧都散发着炙热的温度。记得《新还珠格格》里的晴儿，那个温柔又坚韧的小角色，是她的蛰伏期，也是最开始的发力点。谁也没想到，这张几乎被定义为只能演小配的圆脸，会成为后来抗争刻板印象的利刃。后来《陆贞传奇》里的陆贞，别提多爽快了，题材虽然古装，但演技足够让人眼前一亮。再到花千骨风吹半夏，甚至是幸福到万家，这一路颖宝不断突破自我，屡屡让人刮目相看。你知道吗？她背后的故事远比光鲜亮丽的镜头复杂得多。有一条传说中的蝴蝶印记，就是那些角色反复累积下来的后腰伤痕。别觉得这只是小小的职业伤害，那是他拼尽全力把角色扛在身上的见证。这样的付出，只有真正热爱演戏的人才能理解。连大导演张艺谋都不吝啬称赞，他是电影中的杠杆，撑起了整个作品的重量。可见他的存在绝非偶然。说起实力派，有时候真的放大镜去找，其实大多数时候镜头外的故事比剧本里更震撼。赵丽颖的成功绝不仅是靠运气，她敢拼敢闯的精神和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苦练，才是她走得稳走得远的保障。那股韧性能把任何不利条件转成力量，把世人眼中的劣势脸变成标志性的招牌脸，再把看似普通的演员变成万众瞩目的顶流。你说这股狠劲怎能是简单花瓶能够比拟？娱乐圈风云诡谲，流量和话题满天飞，很多时候比才华更先被关注的是包装和炒作。但颖宝就像个逆流而上的猛虎，她拧巴着自己的路线，扎扎实实的用表演搏命。刷完一集戏，背后的辛苦绝不是快手短视频能道出的。她让人看清楚，她的光环不是靠脸蛋和流量买来的，是用血汗和真功夫铸成的。回忆她的成长，从没人理会的边角料，到被赞为收视保证，她一路跌跌撞撞，却从未停下脚步。怎样的磨砺，怎样的坚持，成就了一个不甘平凡的赵丽颖。尽管外界还有很多声音，但不管多吵多乱，她始终用成绩回应所有质疑。看她的角色一个个生动鲜活，放大每一个细节的内心，才发现真正的演技就是那穿透镜头杀进人心的力量。咱们观众是不是也该换个眼光？别一味盯着外表的光环，就像偏爱糖衣，忽视了甜内糊。赵丽颖不是花瓶，而是一架巨大的杠杆，撬动了无数观众的真情实感。她用灵魂的硬度砸碎了那陈旧的偏见。正是她这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人对这个圈子多了点期待和信心。在娱乐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赵丽颖用10年如一日的坚持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派不是天生就被捧上天的乖乖牌，而是敢于用汗水和疼痛把自己打磨成那个能独当一面的战士。她铺的路径虽不平坦，却铺满了光芒，那是从骨血里发出的闪耀坚持和真实的光芒。看赵丽颖，就是看一个靠自己燃烧起来的传奇。这传奇
正慢慢成为华语娱乐圈的铁血神话。赵丽颖，这位曾被贴上圆脸丫鬟标签的女演员，如今早已完成了从甜美外形到实力演技的华丽逆袭。纵观她的演艺之路，充满了质疑、摸索、坚持与蜕变。她不是一夜爆红的幸运儿，而是在一次次被低估、一次次被嘲讽之后，用扎实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在娱乐圈这条拥挤的赛道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正道。这一路走来，远比外界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回顾赵丽颖最初进入观众视野的作品，大多数人都记得她在古装剧中扮演的各种小丫鬟形象。那个圆脸、清秀、眼神带着些许怯懦的女孩，总是被安排在剧中不起眼的位置，为主角做陪衬。那时的她，几乎没有人会把她与一线女主联系在一起。在以鹅蛋脸和高颧骨为高级审美的内娱环境中，赵丽颖的长相一度被批评为不够时尚、没有攻击性，上布了大场面。但正是这种被动的普通，却成为她赢得观众情感共鸣的突破口。她不靠脸吃饭，而是靠一场又一场的好戏，慢慢积累了属于她的观众缘。《陆贞传奇》无疑是赵丽颖正式翻红的重要节点。从一个少女成长为权谋场中的佼佼者，赵丽颖用沉稳而又细腻的表演撑起了整部剧，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她的实力。然而质疑声并没有因此而平息，运气好、靠剧本搭档强这些声音始终伴随她左右。但赵丽颖从未以此自满，反而更清楚地意识到，演员这条路不能靠一两部爆款作品站稳脚跟，唯有持续地挑战自我，拓宽角色边界，才能获得真正的认可。于是，我们看到了她在《姗姗来了》中不失分寸的甜美，《花千骨》中让人心碎的执着，《楚乔传》中拼尽全力的成长，《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沉稳、收敛又内敛的情绪表达。赵丽颖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节奏，她不再靠角色讨喜博取掌声，而是开始用角色多面赢得尊重。她的成长不仅体现在荧幕之上，也体现在面对镜头之外的那份沉静与从容。当然，每一位正在转型的演员都会经历观众审美滞后的阵痛期，赵丽颖也不例外。从谁是凶手到幸福到万家，她刻意的在表演风格中减去浮夸，加入更多现实感和生活气息，但也因此遭遇了一部分观众的水土不服。甚至有声音质疑他演技尴尬、力不从心，但也正是这些负评和争议，反而映照出他正在踏上一条正确且必经的道路。从偶像演员转向实力派，这不是靠一个角色就能完成的，而是一条需要时间、需要作品堆砌的漫长进程。这种进程在他参与电影《酱园弄》的表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他在这部大制作中的戏份并不算多，但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沉默的瞬间，都体现出他对于人物理解的深度和表演的控制力。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在众多影后、老戏骨中被比下去，反而展现出一种清流式的力量感。他不争不抢，却自然成景。这种演技的稳定和沉稳，是常年积淀的结果，不是靠一时话题度能替代的。而最近因为一部新剧预告而引发的热搜争议，更让人看清了赵丽颖面对风浪的从容姿态。当不少人因为片花中的几帧画面就断言她演技退步，无法承担大女主角色时，她却淡然回应，用一组旅行美照回馈粉丝。不解释，不反击，只是美美的生活，美美的营业。这样一种我不解释，因为我在努力的态度，恰恰是他最强大的气场体现。他已经不需要每一次都赢得舆论，只要赢得作品的最终成效就已足够。赵丽颖之所以能够逆袭，不仅因为她的勤奋和努力，更因为她在面对质疑时没有急于反驳，而是用时间和作品说话。这份耐力是很多演员在浮躁时代中难以坚持的。他不炒绯闻，不组 CP， 不强行营业，不依赖人设，他的每一次亮相几乎都与新角色、新作品绑定，真正做到了演员以作品立身。我们看到的赵丽颖，
也许永远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但一定是最稳定、最值得信赖的那个。它代表的是一种踏实型逆袭的励志样本，是从边角丫鬟一步步走到主场中心的真实缩影。而这样的他，更容易引发观众情感上的共鸣。他仿佛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而是那个你身边不断努力、默默坚持，最终破茧成蝶的普通女孩。对粉丝而言，赵丽颖的成功不仅是一种欣慰，更是一种鼓舞。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无论起点如何，无论标签多么刻板，只要坚持做对的事，终有一天会被看到。对路人而言，她也让人明白，所谓实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高开，而是一场持久且诚实的长跑。希望未来的赵丽颖不再因为长相过去而被低估，也不再因为一时失误就被全面否定。她值得观众更耐心的等待，也值得行业更公正的评价。而我们每一位观众也应该学会在看剧的同时，用更宽容和理智的眼光去理解一个演员的转型过程。演员的路从来都不容易，但赵丽颖已经用10多年的时间走出了自己的路线，她还在前行，而我们也期待她的每一次绽放。愿她继续做那个越被黑越发光的大女主，也愿每一位被她鼓励过的观众，在自己的路上也能不慌不忙，坚定向前。王一博靠 Discovery 逆袭出圈，网友惊呼：中国最强 IP 名不虚传。王一博，集颜值与实力于一身的国际巨星，从探索心境到追风者，用硬核表现打破偏见，让世界见证中国年轻一代的闪耀。他的成功不仅是明星效应，更是实力与坚持的完美结合，未来必将带来更多惊喜。说起王一博这个名字，真的是一提起来就不得不感叹一声：漂亮的皮囊，过硬的技能，简直就像集所有优点于一身的宝藏男孩。你知道吗？他那身材，那肤色，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简直让人看一眼就停不下来。尤其是在国外各种国际大赛上频频获奖，拿了个金奖，纪录片的提名，成绩那叫一个闪耀。可你说，咱们中国的年轻一辈，这份国际影响力，这股霸气，是不是让人心里暖暖的？你别说，没有他，或许探索心境也不会这么火。这可不光是明星效应嘛，更像是用实力撑起的套路。还记得去年那件事？提起一部叫《追风者》的电影，里面有个角色演技可真是让人惊艳，王一博用心演绎，让不少业内人士都刮目相看。结果呢？电影好不好，口碑不好说，但他的演技是真的让人服气，差点被追风者这2个字盖过光环。可惜了啊，差点成了潜力股的代表。别扯追风差多厉害了，王一博那个人设，那态度，早就被圈内人士打包成为未来之星。说到火爆全网的纪录片《探索心境》，这是他和做 Discovery 推出的作品。这波合作打破了人们对明星只会唱歌跳舞，没有深度的固有印象。你们知道吧？在国内拿个提名，谁都能说出一堆理由，但能在国际上捧得了金奖，带动纪录片的热度，这才是真正的硬实力。王一博那国际巨星称号，真不是浪得虚名。他的粉丝都知道，他的影响力逐步升级，3个字：王一博。在国外几乎还在上升，这背后掩藏着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套路多到可以写一部大片。比如说，借助他在国际上的热度，把纪录片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拓展受众范围。这招真的是空手套白狼，一方面用他的明星光环拉动节目的曝光率，另一方面，他那真材实料的演技和人设，又让人觉得这是真的能干的偶像。怎么说呢？就像淬了炼的铁，越锻越硬，越多认可。对比国内，王一博的拿奖情况，虽然一直被高喊提名、闯奖的口号，但实际上获得绝对荣誉的，似乎少之又少。有时候，咱们国内的粉丝们都忍不住心里疑惑，这国际大牌变得越来越吃香了，国内的奖项都能悬置他一段时间。
是不是推广力度不够？还是说国内的偏见和眼界限制还在？我不敢说，但真想问一句，你们觉得将来拿了国际奖的王一博，国内表现会没有他应有的地位吗？估计早晚的事情。这3个字，王一博如今在娱乐圈里的含金量早已不是过去的简单数字，他像一颗冶炼的金子，愈发闪耀，愈高升值。谁说的？我告诉你，业内大佬们都在看着，观众在热议，更别说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或许比任何舞台灯光都更有魔力。从最早出道到今天成为全能偶像加国际巨星，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威风凛凛，一点都不夸张。你看人家，他的成功背后不光是套路，那更是实力加坚持加机遇的完美结合。这不就说明了吗？未来的王一博绝不止于此，年轻一代的杰出代表，正是他，用行动证明了其实你可以更好。他那硬虎的表现，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最后啊，也王一博这份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努力不一定会赢，但不努力一定会输。命运早就给了他一份天赋，那他就不断用自己的坚持去打磨雕琢，这就是他真正的套路，也是他最厉害的地方。曾几何时，流量这个词成了娱乐圈的关键词之一。在千军万马争相破圈的时代，真正能靠实力站稳脚跟的人并不多，而王一博就是那个在沉默中持续向上，最终以一己之力重构个人 IP 定义的人。他并没有依赖传统影视综艺的密集曝光，也没有靠频繁营销保持热度，而是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跨界挑战，深度参与 Discovery 纪录片，探索心境，用真实的行动与敬业态度，在国际平台上打响了中国最强个人 IP 的招牌。探索心境的播出，不是一场普通的节目呈现，而是一场王一博自我突破、自我重塑的旅程。在节目中，他不再是那个在聚光灯下跳舞唱歌的偶像，也不再是镜头前被安排好每一个表情和台词的演员，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探险者，一个直面自然、直面极限、直面未知的勇士。雨林中的孤身前行，雪山上的极寒对抗，高海拔的缺氧挑战，每一次镜头记录下的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个年轻人用生命在诠释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真实人生的追求。有人说王一博转型，也有人说他逆袭，但事实上，王一博的每一次选择从来都不是投机取巧。Discovery 之所以选择王一博，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顶流艺人，更是因为他身上那份难能可贵的沉稳和坚韧，以及面对挑战时的从容和执着。他不是在演探险者，他是真正在用双脚丈量世界，用汗水写下答案。他没有过度渲染危险，也不卖惨求关注，只是默默完成每一个任务，在极限之境中绽放真正属于他的光芒。这样的呈现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中国最强 IP 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王一博的粉丝基础强大且稳固，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内容升级，将粉丝从单一的追星情感引导向更深层次的价值认同。从最初的歌手、舞者到演员，再到探险者、赛车手，王一博从不让自己定格在某一个身份。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真正有力量的人是敢于走出舒适圈，不断打破边界，不断探索未知的存在。在探索心境中，观众看见了一个不被设定的王一博。他在雨林中踩着泥泞前行，汗水与蚊虫交织。他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顶冷得嘴唇发紫，仍咬牙记录生物样本。他面对高空吊桥毫不犹豫一跃而下，完成拍摄任务。他在纪录片中的一句话能不能做成一件事的靠脚去走，手去试，心去撑，让无数观众瞬间共鸣。这不仅是一次对自然的探索，更是他对人生的领悟。而这份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节目本身。不少观众表示，我本来只是随便看看，
结果彻底被王一博的认真劲打动了。甚至有海外媒体评论，这是一次中国青年代表的文化输出，他用行为语言展现了东方新青年的形象。这不是靠炒作得来的影响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来的信任。在这个流量及正义的时代，王一博用自己的坚持重新定义了正义的内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一博并不是在逃离娱乐圈，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更高维度的参与方式。他没有放弃舞台，而是在为舞台注入更多人生的厚度。他没有离开镜头，而是让镜头记录下更真实的人生。在这种自我驱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他逐渐构建出一个拥有强大文化张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超级个人 IP。这个 IP 不再只是帅气、能跳、会演的标签，而是真诚、敬业、有深度的代名词。当然，这样的成功也少不了他背后团队的稳扎稳打。在娱乐圈经常以热度论成败的环境下，王一博团队显得格外克制。他们从不盲目追热点，也不制造虚假人设，而是默默维护王一博真实、专注的公众形象。这份战略眼光和执行力，也是其 IP 稳固发展的重要推力。而粉丝也逐渐从因缘型转向内容型，大家不再只是转发打榜，而是自发去了解纪录片内容、科考知识，甚至加入公益行动，去追寻偶像所带来的正向影响。王一博的这段探索之路还远没有结束。据悉，《探索心境》第2季已经接近尾声，新的冒险即将启动，而他的国际合作与 IP 布局也在悄然铺展。或许他自己并不刻意追求人设，但他却恰恰成为了新时代青年最动人的人设代表。他不喧哗，却始终被看见；不争抢，却总能出彩。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不靠炒作照样火，不走捷径照样赢。双引号。写到这里，想对每一位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朋友说，人生的路径千千万万，最重要的不是你选择哪条路，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坚持到底。王一博做到了。他从未宣扬成功学，却以最真实的方式书写了成长记。每一个低谷的沉潜，都是下一次高峰的铺垫。每一次不被理解的选择，终将成为后来最被尊敬的力量。所以，别急着给人生下结论，也别急着对别人的路评头论足。每一份沉稳与自律，每一滴汗水与坚持，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刻闪闪发光。就像王一博在探索心境中那样，他脚踏泥泞，却眼望星辰；他不喧哗，却注定万众瞩目；他沉默前行，却一步步攀上属于自己的巅峰。你是否也愿意像他那样，不为热度而活，而为热爱而燃？愿我们在追星的同时，也学会了追光；在仰望偶像时，也不忘自己出发。正如王一博所说，如果你不去试，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能做到什么。这句话不只是纪录片中的对白，更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温暖坚定的提醒。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